Hello， 大家好，我是正正。首先，请各位想象一下，当你无意间走进一个地下室，发现里面摆满了一排又一排的木乃伊尸体，并且造型怪异，你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是误入了死亡博物馆，还是走错了片场？要么这里是在拍恐怖片呢？其实都不是。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巴勒莫地区，就有这么一个地下墓穴，里面存放着成千上万具尸体。然而，在这些尸体当中，存放着一具小女孩的木乃伊。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她出名不是因为她年纪轻轻就被做成木乃伊，而是她在一群人的眼皮底下竟然眨了眼。这可不是正正在瞎说，许多游客都亲眼所见了这个小女孩木乃伊的眨眼行为。那么，这个小女孩难道真的没有死吗？还是这里隐藏了什么骗局呢？我相信看到这里，一定有许多小伙伴非常感兴趣。那么，请大家先长按点赞3秒钟。对了，今天的视频一定要多点弹幕，多点爱，因为我怕许多小伙伴看着承包空屏的视频就很难继续看下去了。让我们动起小手，给胆小的朋友一点安慰吧。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诡异的地下墓穴吧。在巴勒莫地下墓穴当中，存放着8000具尸体和1252具木乃伊。这些木乃伊姿态各不相同，有的站立，有的躺着，穿着各异。因为防腐过程相当昂贵，所以他们中大多数都属于阶层级，一般都是按性别和社会类别划分的。有年轻的女孩，有刚结婚的新娘，也有身着盛装的军官，穿着工作服的牧师，也有的尸体穿着当下流行的服装，甚至有整个家族被安排在高高的架子上，用栏杆固定着。这些尸体还摆着不同的姿势，例如2个孩子一起坐在摇椅上，死者的家属可以定期过来拜访，更换服装，甚至在某些纪念日子里，家人还可以握住死者的手，一起做祷告。然而，在这些木乃伊当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罗萨利亚·伦巴多，他是最后一批被允许埋葬在地下墓穴当中的人。罗萨利亚出生于1918年的12月13日，他在2岁的时候得了肺炎，当时没有抗生素，医生也无能为力，这么小的婴儿就离开了人世，父亲当然伤心欲绝，难以接受了。苦恼的父亲强烈希望将女儿的尸体进行防腐处理，于是去找了著名的防腐剂制造商萨拉菲亚教授，他用自己所掌握的特殊防腐技术对尸体进行了防腐处理。被处理过的女孩尸体存放在地下墓穴内，经历了100年后，罗莎莉亚躺在玻璃棺材中，皮肤及表面表情仍然酷于熟睡当中的小女孩，睫毛栩栩如生，一团金色的头发上还绑着一个蝴蝶结，看起来就像是个洋娃娃，因此她被称为睡美人，也是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木乃伊之一。然而，人们口口相传的不仅仅是罗莎莉亚保存的异常完好的身体，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许多前来参观的游客都信誓旦旦地说自己看见了小女孩眨眼睛了。这些照片也显示着她的眼皮张开和闭合的距离只有几十分之一英寸，在地下墓穴的昏暗灯光下依然可以看到，她的眼睛像身体的其余部分一样完好无损。这个小女孩难道真的还活着吗？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如果还活着的话，意味着她已经在棺材里面待了将近100年，她又是如何生存下去的呢？此时此刻，正正心中有一连串的疑问，想必大家和我一样百思不得其解。实际上，有一部分人确实认为小女孩可能还活着，但是也有一部分认为是棺材内部的温度变化导致了眼窝收缩，从而产生了眨眼的效果。但是巴勒莫地下墓穴的策展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这是一种错觉，是由窗户的光线不同，照射在它的角度也有所不同，所以造成了这样的视觉错误。一天当中，光线的方向会改变，所以小女孩似乎在一天内会多次睁开或闭上眼睛。策展人是在2009年发现的这一怪事，当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移动了棺材，导致了她的身体略微移动，这让参观的人更加清楚地看清了眼睑。他意识到原来小女孩的眼睛从来都没有完全合闭过，这是罗莎莉亚最后安息的地方。当她看起来眨眼的时候，真的非常灵动，有点像是刚从小睡中醒来。不过这一睡就是100年了。当然了，这个谜题同样也吸引了许多科学家的兴趣。他们近距离观察到这个小女孩的木乃伊，可以看到她的眼睛和其他的木乃伊很不一样，眼睑稍微张开会给人一种小女孩刚刚入睡的感觉。然而这玻璃背后可是个真实存在的女孩啊，到底是什么情况呢？科学家决定对其大脑进行 X 射线检查，毕竟这个木乃伊在密封空间当中待了将近100年了，一下子暴露到地下墓穴空气中的话，这是很危险的。X 射线显示出她的大脑和肝脏竟然都完好无损，大脑半球和肝器官都可以清晰的可见。之前我也做过一期男人与木乃伊的爱情故事，才华横溢的医生为了使爱人永远的陪伴在身边，于是就把它做成了木乃伊。但是防腐技术就真的能做到这么的优秀吗？也就是因为这个木乃伊眨眼事件，为小女孩做处理遗体的萨拉菲亚教
教授引起了别人的广泛关注。在2007年，他的手写回忆录中发现，当年他使用了神秘的木乃伊化技术，在普通的防腐处理中，尸体的内脏器官都会被去除，空洞中会注满钠盐，使身体完全干燥。然而萨拉菲亚并没有选择这么去做，他很巧妙地在尸体上做了一个小孔，注入了福尔马林、锌盐、酒精、水杨酸和甘油的混合物。混合液当中的每个成分都发挥了自己独特的作用。福尔马林制成的液体可以杀死细菌，甘油来防止它的身体过度干燥，水杨酸不仅可以杀死肉体的真菌，还能防止霉菌的生长。最神奇的一种就是锌盐了，它是用来让尸体变得僵硬，防止面部的脸颊和鼻腔凹陷。不得不说，萨拉菲亚教授的技术真的是相当高超。他从1900年就被获准在教授的解剖学院对人体尸体进行尸检，完美的手法很快就得到了人们的钦佩。2年后，他还被传唤去修复意大利爱国政治家克里斯皮的尸体，在抵达巴勒莫时，保存的条件岌岌可危。最终，艰苦的修复工作为他赢得了社会各界的赞誉。他还被允许重新展开工作，修复杰出人物的尸体，以便他们的身体可以保存更长的时间。在历史上的西西里岛，死亡一直是个禁忌的话题，所以给尸体防腐是世代相传的事情。活着的人想让死去的家属在死亡当中生存，活人与死人之间似乎有着特殊的关系。大家都认为死者会充当保护者，保护着活着的家人。其实恰好相反，死亡并不是真的禁忌，而是西西里人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几个世纪以来，许多西西里人都在使用木乃伊来确保生与死之间有一种永恒的联系，所以才会形成如此的地下墓穴。最初只是用于存放去世的男修道士的尸体，后来慢慢成为了地位的象征。墓穴是通过死者亲属的捐赠来维持的，每个新的尸体被放置在一个临时地点，后来被放置在一个更永久的地方。只要捐款不中断，尸体就会留在适当的位置。但是当家属不汇钱过来的话，尸体就会搁置在架子上，直到他们恢复付款为止。其实，在2009年，从国家地理杂志拍摄的照片来看，小女孩的木乃伊尸体已经出现了腐败现象，最明显的迹象是肤色已经变化了。为了防止尸体进一步的腐化，木乃伊其棺材被转移到注入氮气的玻璃罩中。而如今前来参观木乃伊的游客络绎不绝。看了一些纪录片，正其实也挺想去参观看看这些艺术品的，领略一下高超的防腐技术。其实就算是看了一些科学解释，也仍有许多人相信这个小女孩木乃伊眨眼了，其实是小女孩仍然在沉睡。可能这也是意大利骨子里的一种浪漫与深情吧，与科学无关。也正是因为这份真挚的情感，萨拉菲亚教授帮助了小女孩的父亲实现了这个梦想，一位父亲对女儿的爱将永不泯灭。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相关的历史图片。木乃伊看似可怕，但实则寄托了家人的全部思念。这么想的话，这些木乃伊尸体也就没有那么让人害怕了。特别是今天讲的这个小女孩木乃伊，能存放将近100年，可以说是完美无瑕的艺术品了。那么你们对于把死者做成木乃伊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交流一下。在这里，正还要感谢给我充电的 LYN3PGC 沈先生和他的白娘子，代号炽天使，老站长在此，全面内鬼，斩邪白羽，大鲨鱼嗷嗷嗷 ，MOQING 言语，林法兰芬提，极乐 K Ray Light， 玉版13967号，压腰族人，阿尔法9，选择沉沦。感谢你们对我的支持。那如果喜欢本视频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分享。那我是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